各位朋友，8月5号，台湾的42号汉光演习变成了大型的搞笑现场，是一如既往。但是呢，这个演习呢，第一天就让中国大陆的网友惊掉了下巴。为什么呢？第一天开始啊，就是赖清德演练逃亡。海军的第一项任务是跑路，只见数十架幻影2000战机、C-130运输机、P-3C 反潜机、E-2K 预警机从台岛西部的基地迅速起飞，不是进行作战演习，而是一路向东飞向花莲空军基地，进入地堡演练所谓的战力保存。演习的第2日晚间，台北街头数辆的云豹8轮装甲车组成所谓的万军车队前往大直衡山指挥所。台媒称这是赖清德首次直接参观汉光演习，重要性不言而喻。但事实是，搭乘装甲车的赖清德并不是为了参观指挥，而是他的安全逃亡演习的一部分内容。据了解呢，现场演习中赖清德的车队分为3路，通过多批次不同的行车路线，以混淆敌方的判断，现场有美军人员全程观察。果然，王志贤的弟弟绿营战略与资源所的所长苏子云说漏了嘴。苏子云称，如果赖清德逃亡的第一站衡山指挥所遭到阻绝或者是其他变故的话，很可能会到其他的指挥所，重点是确保台湾当局的职能能够持续进行。而岛内的这个退将张延廷将军讲得明白，他评论此次演习说，兵分10路也没个卵用啊，衡山指挥所早就被掌握，你有没有替代方案啊？你到固定的地方那就太惯性了，人家摸得一清二楚，可以在衡山指挥所要道附近直接就狙杀你了。演习的第3日，台军呢似乎将重点放在了对大台北地区的防御。为了阻敌进攻，台军在淡江大桥进行了阻绝演练。在台岛北部的淡江大桥，为了配合演习被临时封闭，这是这个桥建成通车后的首次。台军的工兵部队在淡江大桥上建起3道防线，拉起了一圈圈蛇笼的铁丝网，还出动了卡车，运来了沙包等，设置阻碍工事，验证阻绝作战的能力。从目前岛内汉光演习所释放的信息来看呢，一个被当成比较重要的信息是，台当局不断的提及演习过程全程有美军的观察，也在渲染日本海上自卫队金刚号在演习期间试射了一枚鱼叉导弹，称这是在第一岛链展示武力。同时呢，台湾的防务部门也反复释放与美军合作的信号，称演习将反封锁护航列为重要的科目，而美国海军是重要的基础。王志贤的弟弟苏子云异想天开地称，由美军航空母舰群在后方压阵，提供空中掩护，如此就可以形成一个安全的航道。他以正在进行的环太平洋军演为例进行意淫，称如果领军罗斯福号航母前进到台海周边，提供制空的起降驱逐舰，提供区域的防空反导，主力战机超级大黄蜂 F-35C 负责侦察空中的优势，同行护航的核潜艇负责水下监控牵制敌方的舰队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美军和日本都会参战啦，台湾不怕。我们来看看这次的大型搞笑现场吧。各位观众大家好，1年1度的岛内大型情景喜剧汉光演习又准时开播了。今年的剧情依然是第1集就高潮迭起，包袱不断。话说8月5号这天，一队重型坦克正大张旗鼓地搞所谓战术位置机动部署，引擎轰鸣，尘土飞天，表面上威风凛凛，仿佛随时能战。结果呢，哐当一声巨响，车底一块巨大的金属盖板当场脱落。最离谱的是，前车的零件掉了，后方的车队一开始竟然毫无察觉，照开不误，直到路过的民
民众走上前一看，竟然是坦克的驾驶员逃生门。捡到这块铁门的台湾网友当场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调侃，说自己正考虑把这块战车零件挂到虾皮网购平台上去拍卖，看看防务部门愿不愿意来高价赎回。事情曝光后，岛内舆论炸锅，防务部门赶紧出来灭火。官方通报的理由是因为固定螺丝没有完全锁紧，属于人为疏失。目前脱落的部件已经捡回并重新安装，绝不会影响后续任务。螺丝没拧紧，难道是怕演习的时候逃生来不及打开，可以贴心的提前把螺丝拧松，好让逃生速度快上0.5秒吗？常言道，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。就在同一天晚上，老天爷下了一场雨，天上飞的也跟着掉了链子。当晚，隶属于嘉义基地的一架编号6644的 F-16单座战机执行完夜航训练，准备返场降落，结果因为雨天路滑，这架几千万美金的战机竟然直接偏离了滑行路线，一头冲出跑道，在跑道旁的泥草地里扎了根。这不仅导致机场一度紧急关闭，其他载空战机还被迫转降其他机场。一天之内，地上跑的掉零件，天上飞的吃泥巴，一场号称要对标实战的严肃军演，硬生生演成了大型翻车现场。但就是这种事故，在汉光演习的历史上，根本连个水花都算不上。讨没兵的日常本来就是出包的日常。单2025年的汉光演习，光车祸就出了8起，这简直就是马路杀手下乡扫荡。我们往下深挖一层，每年砸大几千亿新台币的防务预算，为什么连最基础的装备维护和人员驾驶都做不好？其实大家仔细看就会发现，民进党动辄砸出天价去采购所谓高精尖武器，但大部分采购往往在付过钱之后，交易就彻底结束了。真能买回来的装备，也根本没有匹配充足的后勤维保预算。就拿那辆演习中掉门的 M60A3 坦克来说，它本身就是服役了几十年的老爷车，平时舍不得花钱好好保养，一到演习非要强行拉出来撑场面，最后螺丝松脱，零件掉落也就成为了必然。除了装备拉胯，岛内军纪的涣散更是让人大跌眼镜。咱们废话不多说，就这张照片简直就能代表岛内防务的真实水准。大家看看这个手枪瞄准的奇葩姿势，说实话，我第一眼看到的时候还以为是哪个网友用 AI 合成的恶搞图，结果万万没有想到，防务部门竟然亲自出面证实了，这不仅是真事儿，而且就真真切切的发生在机部269旅。最讽刺的是，这支部队不仅号称是北台湾的重要守备力量，队名更是霸气的叫做雄狮部队。看完这种神乎其技的操作，我只能感叹，真的是又雄又狮啊！说到底，这根本就是一场用来收割选票的政治转移法。眼下食安危机全面爆发，民进党急需一场大戏来转移内部矛盾，而汉光演习自然就成了他们手头上最昂贵的舞台道具。只可惜道具太破旧，演员不上心，导演又太外行，最终把一出本该严肃的军事片硬生生拍成了满是槽点的搞笑短剧。所以各位瓜友，在今年选战相对冷清的情况下，咱们搬个小板凳看看汉光演习找找乐子，其实也算是个相当不错的消遣。而在这个汉光演习的期间呢，中国解放军加大了在台海方向的行动力度。8月5号开始，连续3天都组织了大机群在台岛周边进行巡航。根据所谓的台湾防务部门提供的这个信息显示，8月4号到6号到这个一共有这个21架次战机进入了台海，其中17架次分别从北部、中部及西南空域抵达台湾的水域水面9艘舰艇以及5艘海警船配合行动。8月5号到8月6号，累计有14架次的战机进入了台海，其中6架分别从中部、西南以东部空域抵近台岛，水面9艘军舰及7艘海警船配合行动。8月6号到8月7号，预计有10架次的战机进入台海活动，其中6架次分别从中部及西南空域抵近台岛，水面6艘舰艇就是3艘海警船配合行动。这样呢，在汉光演习的前3天，解放军累计有45架次战机、24艘军舰、15艘海警船抵近台岛进行战备警觉及执法巡查活动。从目前汉光演习释放的信息来看，一个比较重要的信息是，台当局不断的提及演习全过程由美军观察与参与响应，而美军也确实以这种不露脸的方式刷存在感。美军增兵台岛并派现役军事人员参与岛内重要的军事演习，事实上属于一种极其严重的主权挑衅，所以有必要对
这个所谓的10天9夜的演习进行严厉的针对性的反制，要让挑衅台当局与美日等境外的力量形成实质性的共感，不应该只限于震慑。现实及未来会证明，当中国真正的处理台湾问题的时候，不但第一岛链看不见美军，甚至日本和韩国的基地的美军也要撤防。黄志贤的弟弟所谓的安全通道是完全不成立的，赖清德更是插翅难逃。点个订阅，下期再聊。